这个人叫于国杰。这个人有很多传说，在诸多传说中，有一个很响亮的名称，叫项张王。你吃不吃豆腐圆？我不要。吃完饭的话，妈妈他爷、妈妈他伯去看看需要什么东西，买点。这是个鸡，正好我们写瓜子儿，还有烤的花生。你不吃？我不吃。好。昨天呢，我去过回来了，烧了点这个巧克力给大家，觉得这是小老人了，都高兴的，一下子手一动，哗把灯碗一碗稀饭撒了。我拿着东西给他擦擦，他也走路不好的话，下摔倒了。把腿的骨头摔坏了，现在做手术，真的，的确就是。这老人这是怕老了，你看这老了以后的话，腿根都不灵了，哎，当时咋老了？这些的话也挺可怕的。把头拿来，媳妇儿。好啊，今年这灌篮怎么样的生意？这些生意不错呀。为啥我们现在主要公益这块都加以培训呢？再加上咱们这些企业的一些文化理念关于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客源逐步上升。有么老年人哈，就是你跟我说，有的能挣钱吗？我说为么？说你妈每天这个菜饭吧，一月都收了800来块钱，买点饭菜不低于40样，说这有时候肯定不挣钱。现在首先叫老人满意吧，挣钱放在别人味儿了，等到开源开一多了，成本就低了就好了。你现在下半天的话，你说来，把这底子打好，服务搞好的，都满意，要老人去照上，现成炸。从他的口味把它看出你来。上回我家没有个，我听说市长来看望老人，老头把着市长的手都不送了，这个现传的。于是当时弄到特来了，我说这。大爷正好那天都不得来，都楼梯，那天好像打一锅剩一样，这坐楼梯是不假。你那老于大哥，我不是头儿，我说就实话，我说你那高说写了8个养老院，最后写的咋价？我说人家这都做善事，都做好事。这个老头子应该，要人真的心里满意，咋才能得到小心了的认可？哎呀，我吃完了哈，我吃饱了哈，好，哎呦，我上班哈。2017年的重阳节，55岁的于国杰起了个大早，因为这一天的食堂要比平常忙，他得赶在6点之前来搭个手。很多年，这一天都是这样。这是个候鸟式国际老年养生公寓，坐落在海边一栋很现代化的大楼里，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观澜。这个食堂是观澜一天的开始，就像每天海的醒来，能让人听见生命的呼吸。于领导，你们好。来观澜的老人自全国各地，大多在春夏聚集，但近几年冬季也不离去。很多候鸟已经把这里视作一个大家，而这个大家的家长就是于国杰。团长，
来，这剪刀老了一批来，往上放。很多年，于国杰都是早上7点上班，第一个办公地点就是这个食堂。员工们都习以为常，候鸟们也早视为当然。才能健康，是不是啊？原来我这不是肺做手术了吗？肺做手术我去做 CT 拍片子，也挺好的。姑娘到5点。看你精神焕发。我也愿意来，那个小的真爱惜这个自由。哎呀。我血糖很正常，我血压是80、100，小青年的，他84，我83。83。我们结婚这60年了，到了咱适婚了。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呐，教育辈子多，是不是？应该老的应该找这个地方。要上这老病，吃饱哈。上医院2个耳骨窿子。就是耳骨窿。你得80几了啊？80几了？88。88也够熟啊。是啊。吃饱哈。煮的好吗？吃饱吃好啊。这个像护工、像儿子的于国杰，这个天天念叨着让老人们吃饱的汉子，事实上是威海万发集团、山东万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等的董事长，毛泽东项章博物馆的馆长。这个也不好使哈，我这期老伴的身体怎样？他耳朵挺。房产、物业、养老、餐饮、娱乐、影视制作、艺术收藏、红色文化传播等，于国杰掌舵着一艘近1000人的商业航母，身上扛着诸多耀眼的头衔，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板。但在这个地方，没人叫他老板，他就是大家庭的家人。而这个隶属于民政局的专业养老服务机构，只是他诸多事业中的一隅啊！你自己去查一查吧。就像这栋楼一侧矗立的毛泽东项章博物馆，也只是他诸多事业中的一项。但他把老人公寓做成了为天下父母尽孝的幸福家园，无人企及；把毛泽东项章博物馆做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启示圣地，鲜有来者。前者最为亲情，后者尤为助心。这种由情和心投入的事业，是一种选择，是他在庞大的事业王国砥砺前行中做出放弃或牺牲后的最终选择。我在工作的当中遇到困难，没放下的东西，我只要走到项章馆以后，我所有的米都给他，所有的压力都没有了。就想起他来应价，小美架不强，把中国解放了，我们还什么事做不成？我觉得人呢，可以没有金钱，但是你不能没有精神，没有毅力。没有什么事情干不成的，似乎是于国杰的秉性。精神与梦想，则是从小就烙在他骨子里的。而这种选择，对于国杰来说，就像一棵树最后的果。从播下种子的那一刻起，每一寸枝干的生长，每一片树叶的抽芽，都是用他和家人的百般艰辛和超人的勤奋浇灌的。这里是世上罕见的艺术品收藏聚落，很多人走进去，无不震撼于于国杰把岁月浓缩在收藏的愚公移山般的浩瀚之中。这个叫万发艺术中心的收藏聚落，占地40多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仅3万平方米，数不胜数的珍品在根雕馆、奇石馆、书画篆刻馆、紫砂馆、陶瓷馆、玉器馆、杂件馆等等的场馆中，诉说着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跨越千年，搜尽名家。那是一条璀璨斑斓的文化大河，闪耀着先人的智慧光芒。那是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世界，令人目不暇接。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一个雕刻大家叫韩美，
也是于小秋老师的叫做这个四美图啊，并且这些作品的话也是得到了金奖。这个展品的话，什么是从古代到现在啊，一些画家、艺术家和英国的银弹散落在民间，这个也收藏了2000多幅。这个展的话是齐白石用过的，黄飞鸿用过的，季桂红用过的，啊，全部都是真品，各种啊，包括玉玺啊，夏秋王用过的玉玺，你看，还有天皇啊，什么都有啊。这个从这块往这吧，就是我们还收藏了一些古玉，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都是汉代的啊。这代作品的话，都是500-600年以前的话，没有这个雕工，的确是你看刻得很精美。说这些东西的话，以前的话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啊，因为在18几几年的时候，说着就看着这个东西，这个表的话来消磨时间啊。这个叫做海捞车，过去的话哈船翻在海了，这真正是听话词啊。这个叫马蹄印，过苦的财政手语的话都是这个啊。这个叫做银锭，也3斤8两啊。这个砚台的话是在乾隆年间啊，扬州八怪进奴用的，后来北京一个老伙来给500万我们买给他。这些作品的话都被国家列于金奖啊，并且就是岳科老师的话，他的作品科学性的话是多元化啊。你看看这是工笔啊，包括花鸟、银物、山水。当然，很多人会疑惑，这上千亿的收藏从何而来？难道有不为人知的家族背景？难道有令人羡慕的财富传承？还是有上天特别眷顾的暴富历史？50年，如何熬过雨雪，饱尝艰辛？秉性梦想，怎样铸就了这个男人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奇葩成长故事和致富神话？神话最终在他善明的选择中造就的又是一个怎样对生命、对养育回报的果？而于国杰为什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要伴同他最后的理想之果？这个人和他的事，埋在这片海、这方土，少有人知。穿越50年，去听一个为吃饱而奋斗的传奇故事，咀嚼50年，回眸一代中国人成长的奇特历程。我老家就是威海市临港区麦山镇，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在我们有个歌谣：6丈麦山一趟船，7个饼子过个年。我们弟兄3个，当时的话地化经济都是按照人口分粮，不够吃，经常熬粥，一天也没吃饱过。没有法的话，我们用花生壳、玉米样子，还有什么我们玉须长那个须皮统计，消化能好了吗？就我们吃红薯，地瓜长那个饼叫海斑饼，我父母老从来不养了。我一起，因为海斑饼的话，现在说是一个致癌物质，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而是起了以后就开始往外吐。但是土的话，父母老的也不养了。妈呢？你妈说来了。看茅台酒不是，那个补品给你。啊，对。那这个拿起的给我嘛？这是灵芝，降压的，降血脂的。如今，于国杰一家的富裕远近闻名，但几十年前，于国杰一家的贫困无人不知。你看个哪儿哈？他弟兄3个，我们那爹2个熬饭挣2个份，还得拨500份给那花。那爹1年就挣那么点，就说这么这些人1年1趟那么点东西，你妈啥的老得多少钱？这才30毛2、3毛钱，这便宜8分钱，这便宜。他吃一个大地的我了，年根他3个大的，我妈呀！像我吃个7、6杆子就赢你知道吧？比这拿的6杆子多，是个8把里头。
起来叫你看去，在这上边就趴着起来叫你看去就掉过。俺俩同岁，我上小学都哪有病？咱就是个6分钱的，买了2毛钱买个火烧的。这两天天气好啊，这他妈那个粑粑。这粑粑一般你不能穿起个纯粑粑。粑粑是个小粑粑，你赶天上早去了。哎呀，以前一说我不是好跟你家的。明天你去给我人。哎呀妈，这他妈的家太穷太穷了，这不是俺家穷，这都年都穷。对，我媳妇就开草绳嘛，这样子。我拖草绳子。你咱这都不会错，都是我跟你们错个也养鸡场那个大梗，你们错大粗绳子这么老粗吧？错的时候都能有这么老粗。跟你班做着铺鱼刀草皮做我都错，皮做我错，做的都错的9点以后了，赔不是，他都给你赔着。我都没法了，我都离着他。你要是翻错草绳的话，把手错起来。你是错，你搁这错的时候，错个草绳，你这都得透着错。咱不也都嘎子吧？你有这理呢？公认的勤劳和本分，于国杰的父亲年年被推为生产队长，但这个把命拴在工分上的生产队长始终没明白，辛劳1年240块，折算一下，每天得往外倒找5角钱。这5角钱就像一座山压在这家人的身上。为了再多挣一些钱，母亲把小国杰搓的草绳再搓成绳结网包，1个网包3斤稻草，这样4分钱的1斤稻草搓成一个绳结网包，加起来就变成了3角钱。1个晚上，全家可以多挣到1毛多，这中间就得刨去这5角钱。但苦集反而坚定了于国杰要把书念完，必须拥有文化，一定让村子富起来的倔强念头。要是想到叫什么，我能吃点馒头，那老子的馒头吃了。盼着吃馒头，盼着吃饱的于国杰以非常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但过于窘困的家境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去贩蔬菜。就在这时，一道爱情的光芒照进了他一无所有的生活。我们村儿是1000口家，300多户，能有80个光棍儿。他是从永城跟我的，不知道结婚以后还能过日子。我们两个20岁就结婚。我们村的劳动力是8分钱，他们村的劳动力每干一天挣媳妇是2块8，所以他家的从来不缺吃不缺穿。我们两个是10月16日结的婚，10月初分的家。我妈分家的时候就给了我70斤地瓜干，100斤玉米，20斤白面。你俩都没有呢，我在说瞎话。俺当时分家的只是我说房子5间地5楼，1两面的嘛。我们结婚的时候嘛，结的面结大米，一样结了100斤。反正咱就回来的时候，1两家都没有，面子吧，家1两油都没有，只干个花生米里头当油。每当时候见着花生米的时候，我们两个争，他能有的夹着筷子，我夹不住花生米，饿的又饿又冷嘛，就夹着花生米，他抢着，我生气，我不让他筷子摔到乒乓垫上，我俩打起来，就为了吃个花生米再打一场。说他一定要长大要记住，要的母亲要相扶。从小咬牙过日子的于国杰，到这个份上，瞒着新婚的妻子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要干的活，不到万不得已，没人会去干。这么一根是能有5、6米、6、7米，还有4、5米长的。长了以后的话，还得一嘎子根子，一嘎完了以后，再把这根子从这个根从这个绳上把它折掉，夹它的面，收的话是撸开。但是你这个撸的话，还带根子，你必须把它筛得很掉。一撸的话，它把它就是也都蹦出没有了。把那个手当时撸都血淋淋的。撸一根3厘，那么1根3厘，10根3分，100根3毛，1000根3块。我用力的话，一天能撸1000根都不少了。一撸了以后的话，烟呐还带根子，还碰的满身都是，包括你那个嘴巴里了，包括脸上全部都是研末烟粉。这个活贼累
贼脏，不吝做这活，受这个活太累了，特别是。天气了，全部都塞的沙菜。沙菜呢，20出头的于国杰，再勤劳也无法让父母和妻子享上福。那一年，他开始真正思考脱贫的出路。每天去要饭，帮着漂，我们是那个漂啊，这么大个漂啊，舀玉米面儿，舀来以后，我们两个就熬豆哈。当时房子话都是上山劈的石头，自己是泥巴拖的皮。老岳父吧，他不干起的闺女，我每次去的话，都给点钱了，给点粮食，我从来不要。我觉得男子汉都应该有自强、自信、自立不拔的精神。有么1040块钱的机会，是我们当年的时候盖房子拉的机会。我公爹把我盖房子中间里那个皮一滚把他砸倒了。上梁的天在家蒸饽饽的时候，俺老公爹那个脚这么飘我跳，不是把个面板开我底下去，就给我爹一提好几声，说你放心爹，我吃了自己拉的给我自己还，有何用不能还一份，这就是承诺。承诺也是一座山，从5角到1040元，这座山更陡更难，但于国杰要翻越。虽然他此时还无法料定跨过这座山会是个什么天地，但一种向前闯的不回头决心，逼迫他在寻找致富的路上开始使出奇招。中国的改革开放，当初的话就是说鼓励民经济发展。当时银行可以贷款，我在银行贷了5000块，就是我自己有4间平房，能有10个平房，我做了个小卖部，专门卖烟酒糖茶老百姓的用品。我做了很多的，第一个贷款找了个大摆钱，摆着烟酒糖茶，人给就买烟酒糖茶来。走不远，我就在我们周边的村庄叫卖。这个我在叫的时候，我家属我夫人在家都能听见。我一叫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就给我掉泪。当时的话，我们的鸡蛋鸡蛋的话一般的是5分钱一个，我们的390是6毛钱一斤，桃酥果子是6毛钱，地瓜干是7分钱，玉米是1毛1，小麦是1毛7。老百姓没买的，进行分析，没有钱，我就转换了经营方式。你可以拿你的粮食，拿你的作为不需要的一些废品，也可以拿到一些不需要的技术，你可以往我俩还。所以说，我现在有的收藏呢，都是那个年代来还的。当时的话还叫做投机倒把，粮食不让去抽，没人发的话，我赶集的时候。好像是那个烟儿搬家一样，每次少拿点，拿个30-40斤到集上去投机倒把。一个是叫工商抓住了就成功了，抓不到的话自己就买点，成功不少。一个是叫工商现在都老了，都是60岁以上的上。我们现在一做的话，他说：“哎呀，说你于总啊，当时不该抓你了，说你现在这样。”所以说我要人的话也有悟性实际上财富的话是没时没刻都在我们的身边擦肩而过。我自己有钱了以后，我第一次开商场，80年以后就是搞集体资产，全部是交状，搞菜马切呀、牲畜全部包产到户嘛，交给国营。因为我在养鸡场干过了，很多养鸡场都有那个尼龙绳，在那海带夹子以后下来发毛，都给我的仓库了稳的。其实当时的话都属于废品。我就看机会来了，我就去找所有的养鸡场的厂长，我说你这个绳子可买，说你拉可就行了，全都给我当海。我当时一吨的话也才300块钱，买下来了。我把整个威海沿线的养鸡场全部买下来了，总共有20多吨，我全部把它变成财富了。狗这么2坨的，就做一个牲口匠上，牲口的匠上，我把狗这8坨的，全部变成大切生。每个季到买牲畜的市场去买，我就把这20吨尼龙绳子当时花了还不到2000块钱买下来了，我买了3万多。你也知4万不可能3万了。说起财富这个东西我今天说给你听了，是不是？我就曾经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去路，毅力决定成败，都是比出来的。
逼出来的奇招怪招，在方圆几百里的人看来，那是惊天动地的事。但此时的于国杰并不满足这种现状，他要做真正出人头地的事，那就是成为国家人。而当时在威海，最大的国营企业就是这威海陶瓷厂。要进这个单位，对一没背景、二没钱财的一个小农民来说，难如登天。就在他万般苦闷的无路之际，他结识了邻村一位在威海陶瓷厂工作的同乡，把他引荐给了厂长。于国杰一趟一趟跑，一次次证明自己能力。超常的执拗和勤劳感动了厂长，后来就是这个老厂长为他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一趟趟跑，一次次游说，最终为他跨越这座山铺定了第一个台阶，也为他走上创业之路打开了第一扇门。我告诉你，我呢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救我了啊！也是高中毕业来了，我20岁进的瓷厂了。清华大学陶瓷、陶艺公共医学研究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雕刻实验室。现在这不是过去的一片子，这是啥都有大牌子。这下面这个大牌子就是张定啊，张定老先生提的。哎，但是我家属跟着我使命不一样，就看中一个五斗区，再看中了嘛，看中了一个大立柜，4扇门的大立柜。我还有个商场叫做物资市场，在那买大立柜是210块钱。五斗区是55，这两样加起是275。当时83年的275不现在275。我当时我是在威海陶瓷厂干的，我对瓷器为什么这么感觉，就是感觉这么深？因为我从球模到鸡盆嘛，拎那个碗，到贴画，一起到这个烧窑，我都精通，我在那干了。这我家属看中这个了。他陶瓷厂是烧窑的，8个小时拖大板去，1个小时拖1担煤，8个小时拖8担煤。但是我最喜欢剧场吃辣椒，5毛钱一份。他能可这种去个什么上阳市场陆家庙省的，挣点钱要我70多份。说是上我家去的时候，我疯不见他太穷了，18岁，他穿的鞋才39号的鞋，我称86斤，他才称104斤，瘦的铁着骨头。我母亲那说的30岁，这整个头都是白300头发，一抬挑水，一脸肿，说我参加不同意。他向我母亲冲了我这个岗位，说要相信我大爷。我一定达到你这个愿望。我上白班的话就是学行作为8点到4点下班，我就4点以后，我就到养鸡场，去撸海带根子，这挣的绳，我海带根子我得去撸，撸的时候全部水泡。我2月给我家属实现他的愿望，说我学人呢，只有想不到，没有干不到的事。我老公说了，我选择他一世，他找我一生，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把1040元的债务，连同275元的5斗橱都搞定之后，他开始相信，天下没有干不成的事，也开始懵懂期待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我在这画画当时当时写给习就在这儿，我们当时国家著名的工艺美术先后都来过，边国开国大典，天安门青楼去挂那个毛主席那个八角帽这个海报胶片。那是周明照先生画的。后来崔子凡呐、杨先阳韩美林呐，2008年为咱国家设计的奥运会的礼品瓷也就是这个萨布兰提呀、罗格啦，这威海的题材全在这儿。3年的少的时间是怎么情况？它是分单分单，1100，咱这是1000，800、700慢慢，这份时间上干完了以后，要把烧制成品出的颜色就这个颜色接到公司的话就开始贴画进行美学包装了。以前的话我也在这贴画窑干过。在陶瓷厂做国家人仅2年，党的11届3中全会之后，各项富民政策允许个人办企业的号召相继出台。这个已经在商海试水的农民看到了真正的商机和从未有过的巨大希望，那个懵懂中的新世界开始清晰，他竟然动摇了做国家人的初衷。我一辈子爱好旅游，
当时我闺女3岁的时候，也就是说1984年，我就领着姑娘到天门去逛天门，有找那个橘子水，就是塑料管啊，这么长这么粗。我的小姑娘说拔呀拔呀，我就想哈这橘子橘。当时一管是2毛钱，闺女一哈，我这一尝哦，因为我在高中实验的话，我的化学说的不错啊，我这一尝的话，通过五行知道结构是什么，我就把这个管拿回来了，包括糖啊、橘子橘啊，开始进行代育。对了以后说闻，哎呦，太痒，我就到我们当地有个塑料厂，我就去了，厂长姓王。我说王厂长，我说你这塑料管能不能生产？说能呀。你这个塑料管的话，能不能给我自己生产？他说那不行。他说你自己生产的话，你得开个木具儿。你这个木具3500，我来说我已经拥有3500了，我就开了个木具儿，我就取这个橘子机。当时没有牌子，成本是8分钱。我批发给一些经销商是1毛2，经销商在我买是1毛5到2毛。每天早上，咱大伙的排队都排30米，啊，所以说都通这个产品，使我拿到了第1桶金。就都说我这人做生意比较精明，叫于精明不曹于胆大啥。于大胆其实是挣过一些钱的，但他把生产橘子水称作第1桶金，是因为由此得到启发，在他的创业史上是革命性的。就当他萌生了要真正创一番大业的雄心，改革的强劲之风也迅猛地吹醒了这个黄海边上的小城镇，把他图强的动力和决心像潮水般推到巅峰。1985年，他做出了所有人都不可理解的事，辞去陶瓷厂的金饭碗，回到老家北升阁村。北升阁迎来了已经练就一把致富好手的儿子。这个没有家底的村子，给于国杰的只有十足的信任。就在这一年，还是预备党员的毛头小伙，破格担起了北升阁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很快创建了酒厂和后来远近闻名的温阳集团。于国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梦就此启程。我经常的话到酒厂去，往下对酒的师傅沟通。哎，我这看这个酒怎么糟了？我去批发去打货，最后的话我开始造酒，当时不贵，也都是5、6千块钱，那是钱很结实，5千块钱。技术转让，技术的话就往糊窗纸一样，一点就破。你这基本上所有的本地哈都是我的酒。这个我当时造酒的时候，当时加了工印的话，能有接近300道印啊。我养了10个拖拉机，就是200公里之内的，就是拖拉机啊，送到各个小卖部。200公里之外的啊，我就又买了4个北京130，就是130啊，送比较远的地方啊。说是为了这个市场的覆盖面更多啊，所以说就是原则上就是汽车送。这个当时的话，一天的话，一个拖拉机的话，一般的是能在1500平以上；10个拖拉机的话，一天能在15000平以上。一个汽车的话，能在2500平以上；4个汽车的话，就能在1万平啊。每天的话，量的话，能在2万平以上吧。啊，我这就叫双脚山、永乐山，都是在国家上边依据车的，包括北京啊，走这附近的省市都喝着我的酒。84年、85年，造酒的话，可是这是我人生的最大的一个关键。23岁了啊，当时的话，我们的人民币的话，没有50，没有100。都是最大的10块、5块，每天晚上数钱数的手都发麻。我觉得我自己付不是能力的话，我能把我们村儿全部给付，这是关键。4年以后的话，把这个酒厂全部转个村儿。经营的风生水起的酒厂已经有10万元的资产，这在当年的北升阁是个天文数字。这个300-400户的村落自此发生了巨变。一下耸立起5、6个企业。于书记不靠山不靠水，靠思路和胆魄建起的事业轰动一方，一个更大的机遇出现了。但是干得非常出色，主要是这是个人才，就把他调到这上来，是干企业。所做的布鞋厂，我们的企业也是5、600人，出口欧美，叫3级牌布鞋。
以后15啊，急转直下，100万双步鞋都在仓库了，采访都没人要。欧美的脚比较大呀，都是40号、42、43，那些女的都女鞋，还是花花绿绿的，3块7一双。87年的话，一个企业呀，370万，是个天文数字啊。当时我们的工资才40多块钱一个月，每年的话还得拿出来晒一晒，你不晒的话，就给那浆糊发霉晒，给我愁的睡不着，也吃不下饭，这怎么办啊？我觉着天无绝人之路。87年，我去个庄抓奖，我把这100万双布鞋分成20个组，一个组是5万双，我5万个奖茶分了20组，1等奖当初奖个木兰摩托车，2等奖是个彩电，3等奖就是一床毛巾被，4等奖就一双布鞋。当初的鞋的话，这不是卖3块7的出口，我们变成5块钱一双，一双鞋能挣1块3，5万组的话是6万5，我就把这6万5又编了奖品。我们那个叫干大吉，只要中奖了，我们抽了大鼓。就这样的话，把这100万双布鞋全部消失掉了。我盘活了自己。从那以后，全国形成的抓奖的话，都是跟我说的。于国杰的悟性让他成为一个奇人。我敢许个第1年的，把我们村60以上的，每年60块钱的劳保，我就做了。我怎么做干2年许就不干了？就是87年开始发展乡镇企业，因为我觉得干企业对我来说是倾斜出路。当时的漫山镇一穷二白，意味着于国杰要白手起家，重新回到艰苦创业零起步。大家富才是真正的富，这是于国杰的真理。干与不干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他找到了当时的书记侯成军，立下军令状，借了40万巨款，开始了他的零创业。问题是做什么呢？此时的中国，该赚钱的行业几乎已经爆满。于国杰的怪招奇招又来了。人人都放眼世界的时候，他的目光却盯在自家门口胶东半岛。近的骑上他的破自行车，远的坐上公共汽车，不停地走看，终于发现闻名遐迩的鲁绣所采用的水绒无纺布都是从省外引进，价格昂贵。如果本地生产，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无纺布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企业，建厂生产谈何容易。于国杰的倔劲儿丝毫不减，他毅然决然把40万全部抛进这个未知的世界。很多人都为他捏把汗的时候，他稳如泰山。1995年正月初1，于国杰驾车赶往北京，开始了中国无纺布科院所的第一次实质性接触。不久，中国无机纺协会首次在中国最东端设下了无纺布科研基地。接着，用他全心全意的诚挚，从高等院校挖到了技术人才，再领着团队有条不紊地进行市场考察、设备引进、厂房建设、设备安装，直到产品生产开机，居然只用了40天。这个40天奠定了温阳集团的基础，那是1995年5月18号。之后，中国无机纺协会与于国杰有了2年密切的合作。于是，无纺布、装饰布、喷胶棉、各种粘合剂、化学纤维等等的科学技术，在于国杰的手上得以提升，将无纺业的科研生产形成了格局化，为这个特定企业的发展储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一个小小的乡镇开创了一个无纺布的革命格局，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当时很多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都慕名加入这个叫温阳的集团公司，一时漫山镇名声鹊起。
温阳很快从漫山镇走向全国。就在第2年12月初的一天，北升阁村又找到了于国杰，希望帮助北升阁村再建一个有更大效益的企业。于国杰一转脑筋，建砖瓦厂。谁都没想到，已经是市场竞争高手的于国杰会上一个如此传统的项目。村里人甚至认为于国杰根本不用心。可很快事实就来了。此时建筑业的新兴导致建筑材料的紧俏，又由于于国杰用了跟建筑企业联盟的经营之道，到了1997年，这个厂突破了600万块砖的大关，盈利几十万。接下来于国杰的任何奇招怪招都被统统采纳，各种各样的厂办起来。一个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带领300多名工人，在短短的5年时间，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固定资产近6000万，自有资金近3000万的大型集团公司。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乡村就是传奇。这之后，从温阳被视为一种现象，到万发集团开辟的诸多领域的兴旺，于国杰的企业产值和利税始终超常规发展。他庞大的企业航母稳稳地破浪前行，勤奋、思维、眼光、创新、发展，才有了驶向远方的航母。但50年，在于国杰成长的每一步，似乎老天诚心要跟他过不去，亦或验证了一句古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多少年，为了让艰辛劳作的父母能吃上馒头，为了让全家人能吃饱的夙愿，为了读好书让全村富起来的梦想，他苦尽职艰，终于栽成一个事业和行孝之大树。这棵树上很多的梦想之果蓬勃而丰硕，但于国杰最终选择了收藏和传承文化艺术，公益性养老。财富取之于民，必须要回报于社会。这个养老吃苦的，我觉得敬老、孝老、养老，它不是以金钱来的，我们都应该有担当，有社会责任。因为中国到老年化了，我们的养老事业必须我们要起一个引领作用，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我开了个敬老院，叫做为海观澜国，我们的口号是替天下儿女行孝。替天下儿女行孝，这是于国杰由心而出的话，也是他的终极目标。为完美这个终极目标，于国杰在他做的供不应求的房地产业中，辟出了最好的地段和房源，创办了观澜养老公寓。更确切地说，这是一艘真正的行孝之船。行孝之船是一种公益，也是一种初心，从无限延伸的地平线返回，化作于国杰饮水思源的回望。借此从回望的思想中得以返乡。毛泽东项张纪念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耸立起来。这个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花4.5个亿弄毛泽东三张博物馆，你还不收费？我觉着毛泽东也不收身，他也是人，他把自己的一生的亲人、财富、精力都献给了我们的民族。说句心里话，当时年龄比较小，就是收破烂，谈不上政治上的修脚啊，也没有这种理想。当初他毛泽东三张95%是绿的，是绿的话，它得有价值，
这么收藏的。通过我的这块的收藏传承，能把这个香樟真正的给我们子孙后代能看到这香樟能学到这个文化，这个叫做历史但是我没材料，通过5、6的杜撰，变成我现在的收藏的品种这么丰富。是1983年，人大常委会有决议，把毛泽东香樟定为现代文物。有文物的东西，它就有价值1吨1000斤当时我是收藏了98吨，现在的香樟达到了157万枚，10万个品种，占全国收藏量的65%，造就了我全世界最大的毛泽东香樟博物馆，是中华一界，世界之最。于国杰深知，作为一个民族，建立自己的文化自我有何等重要，就像自信心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而最终与公益一道选择的路。从不经意的收藏，到具有文化主题与精神意蕴的风景，这是于国杰坚守初心后的文化重建的自觉和超越。这种自觉和超越，是一条可以往返、可以触摸的中国几代人历经浴血奋战的抗争、厚德载物的奋发、乐观修复的成长之路。我当时满大街排队，一个是能有一枚香樟的话，这是终身的荣幸。我第1枚香樟的话是当时我在初中期间，我是在一个同学社上抢的。当时只可惜你抢举起香樟不违法，而是通过抢举香樟的话，就抒发你心中对他人家的宠爱。当时我同学的话姓丛，叫丛媛媛，女的，男的抢不过瘾他也来看过了，他当时说你告诉我学太不出来了不过有个老先生叫刘在梦，他主要是收藏陶瓷樟，特别是一套756枚的陶樟。我觉着在西野来学习的话，没有一套的陶樟能达到756枚。我这一看的话，我的眼睛发蓝了。它的直径是56厘米，是代表56个民族，就是每枚香樟都有毛泽东的诗词，组起来的话是毛泽东诗词100首，比的无疑里了外去了6次他这一来看我就管呢，的确是学习的话是不为了经济利益。最后的话，他把这枚香樟给我感动，就捐给我。我们称作是毛泽东100个里程碑，从年轻到他老人家实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题材体现了他老人家对中国革命各个时期所做的贡献。这上是10月1厘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0月1号成立的。所以不但是有香樟文化，还有史词文化就是我这个3块，第1块的话就是革命时期从1921年到1949年。这组香樟为189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生而作。这些香樟呈现的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段历史。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总罢工。1927年3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些历史被记载在那些小小的香樟里。这个是金刚山给你的这上图案的话是金刚山。而1929年的古田会议，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与朱德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3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1934年10月10日晚，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这段历史是中国革命最悲壮和传奇的。顺着香樟的历史，走到了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这样就是8月115是平型关大捷的纪念馆，在这大生产运动你看那宁稳精神
我这边的话，狼牙山武装是啊，纪念章啊。这个就是毛泽东在安永上讲的啊，一公一善啊，今天在学问，他是为民服务，这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老三线。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重庆谈判在项章历史中也是很显眼的一章。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的军队相继到达西柏坡，同年底至1949年初，在毛泽东领导下，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取得内战决定性胜利，并召开了7届2中全会。再就是建杆进行到底，建碑3丈了，直径是1.1米，重量是46斤。为了纪念解放南京而这个制作的，就是在昆明一个藏友家了就收藏的啊。这个藏友的话，这个举世3丈也比较破爱啊，所以说的用这部3丈，我到他那去了7、8次啊，通过反复的去协商啊，这部3丈我好了不少忒啊，把它收在这3丈馆了。这就是从1949年3月5日这些3月啊，中共期间24天会在解放召开啊。第一个是开国大典，这上都是一些开国大典的纪念章，包括国庆啊，这上标志着我们新中国的成立。所以说，你通过3丈的话，很多的我们各个时期的我们国家历史，包括党的转折，都写在上头。再往这个走哈，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啊。再就是军队整个化建设的起步，3丈就是一代中国史，近代的中国史。这上就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开展啊，就是向现代化科学进军。也就是说，在1956年，我们党就提出了啊，向现代科学进军。这些都是咱一形成。你看这原子弹呢，氢弹爆炸呢。再就是3面红旗，叫中路线呐、大跃进、人民公社呀，它也是陆上会议。到1962年，选取了向林凤同志学习啊。再一就是这60年代的粤抗美。1966年的8月1号至12号啊，共6运动。在加州的话，就是毛泽东市场大江南北。1968年呢是6月大革命速生产啊，就是搞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啊，这是一个。再往这贡献内武器干销，这都是大的历史节点啊。在这块的话，就是8届12中全会从这开始，1968年的12月啊，毛泽东发起90年到农村去接受家中再教育很有必要，才开始积极青年上台下乡啊。有些这个3丈的话，都是走于共同三结合的道路纪念章啊。也说起的话，那个十几万个不同的故事隐藏在3丈里头。再往这边走的话，就是革命200期，地球火山呐、海港啊、白毛女啊、七体白虎滩呐、红灯记啊、沙崖湾啊、红山梁子韵呐、绿瓜杖的200期，直径是1.3米啊，宽者是62公分，每3丈重是38斤。我从来也没看到别家有物品啊。当时在昆明军区政治部啊，就是这个3丈具体是白毛女是吧？它这还有一句话也很鲜明，是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啊，很有意义。都啥的这个前进方向是搞不容易，是啥子？这个是1971年才烧出的吧？强国仅有一套。从这开始的话，就是珍宝岛自由反击战啊，就是往苏联一场战役啊。从这开始就是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大召开啊。就是再接下来就是斗批改啊，再往这个是斗批改运动哈，
以及开展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都是我们中国有历史有节点的时期啊。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一行，由周恩来总理等陪同，乘车前往宾馆。毛主席说这叫做举行思路啊，也是乡长到这上去画一个句号了啊。这枚乡长是毛泽东开追悼会的时候，作为最后的一枚叫做关门章啊。其实，于国杰确实没料到，不经意的收藏会收成一部活生生的、别开生面的中国近代史。当他走过中国历史的一个个节点，触摸着荣辱与共的一个一个事件，一种承前启后的责任便油然而生。在建馆之前，我去把全国每家的咱的一些收藏馆呐、收藏爱好者呀，我都总结了，包括买这个框子，买这个锅的啊，包括用布啊，我们就是花了300多万。为了拍卖这个香肠，我们19年级就是6.5吨。我当时找了27个人，工作了11个月，才把这个香肠的布展工作才结束了。我觉着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我应该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把他老人家的精神思想传授给我们子孙后代，使我们的民族进行富强昌盛。我觉得应该必须有担当的社会责任，因为你生在这个社会，你没有责任的话，就不叫一个完美一生。于国杰除了企业领袖，还有多重身份，诸如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齐鲁文化之星、道德模范、威海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威海市工商联副会长等等。在他看来，这都是一种担当和责任。这种担当和责任，让他一路走来，更深切体会到文化和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念念不忘孝道的传承和由此派生的精神对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性。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于国杰来说，让他在改革的路上为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要做的就是用他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事业和信念，全心全意地为祖国服务，为人民奉献，并用他的宽容和坚韧，在中国大地上留下文化和历史的生命车辙。这是尽管跋涉万水千山都不能忘的初心，这是生死相依都要坚守的承诺。